黃世修的賬號為什麼你們刻意針對我不解封？為什麼？民視新聞被 ban 1天後回來了，外交部的賬號幾個小時就回來了。外交部不是真人哦，民視新聞不是真人哦。不管是民視新聞還是外交部，代表是可以人工介入處理，宣稱這一波被停權的賬號90%以上都恢復了，說法到底哪裡來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的 IG、臉書、Threads 私人賬號全部回來了，只有一個死掉，趕快在大聯盟找他掛掉。我們的 YT 整個崩盤，逐步往下壓，壓到幾乎歸零。這次的災情是怎麼來的呢？歐盟出台了一個法案，全往13歲以下的孩子给攆出去，通通從 Threads 給攆出去。因為 Threads 他們被認為是毒性最高的，他會2300萬人有9000萬個 Threads 賬號，毒性極高。祖克伯精打細算，他就把大量的工程師都開除了，人不夠怎麼辦？用 AI 來補 ，AI 來做13歲以下監管。理論上這條是針對歐洲的，怎麼把我們也做掉了呢？那台灣災情尤為嚴重，因為台灣對祖克伯的梅塔系接受度特別高，使用率很廣，bug 就出現。先有 FB， 再有 IG 去創了 Threads，IG 收購了，所以它的底層代碼是不一致的，所以它強行有連結的。我的災情就這樣產生的，一刀把我砍了。粉絲專頁跟個人賬號這是兩個概念，粉絲專頁可以設擁有人，可以設立很多小編。如果你只有一個人就掛了，但是因為好死不死，小弟還有一些個好朋友，所以呢，我掛了，所有權還在他身上，我的賬號就沒掛。接着綠營有一大堆人也說他們掛掉，說哦台派的賬號也完蛋啦，怎麼會這樣子啊？但是我跟大家講哦，他們的聯動狀況並不明顯，沒有全死。那像89，他就只死了他的Threads，他其他沒死啊。你知道這個差別待遇在哪裡？災情主要在Threads，可是每個人受創狀況不一樣，就這個聯動是神秘的聯動。Meta 3種平台，它到底要開哪個？它是隨機的一樣，它的連結是有問題的。它的申訴方式說叫你拍你的臉，左右對齊一下，看看你有沒有13歲哦，怎麼對都沒有用，通通失效。你可以上傳你的證件，我就把我的護照上傳，一上傳永久封鎖。當下我心都涼了。你永久封鎖，你是不是要申訴？抱歉，因為你必須有賬號才能申訴，所以你申訴不了。被封的第一天，就趕快去找了國民黨有一個立委叫葛如君，他是專門搞 AI 的，所以他跟 Meta 是有直接通聯的。雖然公司一般人進不去，但是你可以打電話，他就想要去找這個窗口，結果發現窗口換了，換了一個叫范剛浩，大家一查完蛋，這個人是蔡英文第2任社群媒體中心主任，蔡英文做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社群媒體中心主任。隔壁居狗狗的在台灣的負責人姓林，他是賴賞所組成的防衛韌性委員會委員。防衛韌性委員會就是拿來抗中保台用的，把他說這叫做網路韌性，所以把 Google 在台灣的總經理也給加了進去，所以這些人都是跟綠油油直接對標的。我之前有谷歌賬號，我還有谷歌 Play， 去過美國，之前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事兒，就是有關聯。有一天開始感覺我這個賬號不太好用，開始慢慢限額，被保就是說我們懷疑你有這個非法操作，我也沒操作，你上傳一下你的手機號，他說哎你这個是中國的手機號是吧？我說嗯，然後他說那你上傳一下你的護照吧，我堂的伊朗人民伊斯蘭共和國護照翻開來，第一頁拍張照過去，20分鐘。After thoroughly reviewing your account， 經過嚴厲的對比，我們決定永久封禁你的賬戶，沒有任何的理由。這個事情很誇張，幾乎只要我那個賬號有鏈接的任何支付，我在美國、英國、西方世界的所有的賬戶全部封掉。我靠，那個支付啊，我要倒騰錢啊，我要買這個東西，我要買那個東西，我要給這個人打錢，我要給那個人打錢，然後全沒有，我連回去找那個賬號的資格都沒有，我都找不到我的賬號叫什麼？我說我的賬號你不讓我掃，他說哎你得起碼給我們一個賬戶吧。不這樣子，我實名認證，你要不用我的實名認，然後呢我就上傳了我的實名認證，然后他說 After thoroughly reviewing your account， 有人剛才就把我申訴那個賬號也封了。但是最讓我心疼的是 PayPal 啊，當年我是用這個 PayPal 在 League of Legends 撸啊撸美服登入過的，付過錢的，我的將近7歲的撸啊撸賬號也被封。只要玩過遊戲，然後給國外的賬號充過錢的所有的賬戶，它相當於把我充過的錢當黑卡來處理。文字這波人他是有去無回的，唯一的識別度是賬號和那個名字和那個頭像，東西一換就沒了，全沒。我覺得這波是挺陰險的，他就跟你說哎沒有，大家的一視同仁都被幹掉了啊，這問題恢復不容易啊。大家好，這也是歷史哥離休，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
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本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歐盟今年初的時候初步判定 Meta 没有有效的方法去防止未滿13歲的用戶，他就開了一張好像12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那 Meta 為了要免掉這張罰單，他們就承諾改進，就導進這個 AI 技術，但他們 AI 就沒有訓練好，變成說6月15號、16號那2天有大量的用戶被判未滿13歲 ，IG 跟 Threads 就被停權了，甚至你按申訴就是永久停用。第一時間也承認是他們的 AI 技術錯誤。數發部也要求 Meta 要主動處理，陸陸續續包括像是歷史哥、館長甚至柯文哲政治人物的賬號都被解封了都有恢復。那問題在於說，我算政治人物吧，公众人物吧，我也是在6月16號被鎖，理由也是未滿13歲。那 IG 的部分呢，他完全不給申訴，賬號永久停用。Threads的部分還有一個申訴的按鈕，但是我不太敢按，因為在4月16號2個月前，我的 Facebook 有一天半夜說我不是真人，然後要我自拍影片，1個小时之後說審查沒有通過 ，Facebook 就永久停用，就這樣過了2個月。後來我去找了一個 LINE 的一個自救會的社群 ，Meta 停權停用討論群，他們就說你如果按申訴，不管是上傳證件或者是自拍影片，90%以上是永久停权。一開始是 AI 亂鎖，審查也是 AI 亂審，幾年的賬號，而且我有藍勾勾的資格，有內容盈利的資格，我甚至 Meta 那邊有我的稅務資料，而且我在4月16號被永久停用賬號之後，在4月底吧 ，Meta 還寄了發票給我，因為我的那個內容盈利，這時候我就是真人了，我的一直沒回來，我就覺得這是哪裡有鬼。我有請民眾黨那邊有幫我送數發部，我也請國民黨那邊有幫數發部，有好幾位委員都有幫我去送數發部。那數發部那邊送 Meta 不知道為什麼就沒有下文，一直到6月23號 ，IG 被停权已經停权了1周了。Meta 在6月17號就說他們的問題已經完成修復了，不會再誤判了，姑且相信他們，就說好吧，那我來按一下申訴好了，我就上傳我的身份證。上傳之後呢，那一天下午2點多快3點，我就收到 email， 審查未通過，你的賬號被永久停用。我是覺得這些都非常的荒謬啦。我後來去看 LINE 的社群人數其實是不斷的增加。我記得我2個月前加入的時候7000出頭人，這個社群已經破7800了，還在持續增加中。那我就問嘛，6月15號、16號、17號的時候 ，Meta 2度致歉 ，Meta 說相關 AI 技術問題已完成修復，宣稱這一波被停權的賬號90%以上都恢復了。這個說法到底哪裡來的？去年2025年的時候，巧芯還有幫我送白名單，被綠營網軍惡意檢舉，賬號是暫時被鎖住，是巧芯就幫我跟 Meta 反映，然後巧芯就說，我幫你填數發部有公眾人物防詐騙的通報白名單，但是數發部成立了一個平台，然後有跟 Meta、Google、LINE 去合作的，然后我有上數發部的平台登錄去確認說有在那白名單的防詐通報上，我是台灣政府認證的公眾人物哦。你說所有的 IG 跟 Threads， 我可以說是 AI 誤判，我自拍影片，甚至請立委2個月前我就請他們先收 FB 的申訴，2個月來 FB 沒有解封，我就覺得有鬼。第二個。這一次 IG 跟 Threads 甚至是 Meta 公開道歉，承認錯誤都沒用，立委又再幫我送了2次、3次、4次、5次，到現在都沒結束。這件事情我沒有要怪數發部，我真的相信數發部部長是真的第一時間是積極在幫民眾處理問題。可是我要提醒部長的是 ，Meta 公司跟你說90%賬號恢復，一起騙你啦，不要被 Meta 騙了。為什麼這個是有鬼的？因為 Meta 其實是可以處理的，因為之前民視新聞第一波被 ban 2天回來，過了快1個星期，第2次被 ban， 數發部趕快再去處理，1天後又回來了。這事發已經大概5、6天、7天了。外交部的 Threads 也被 ban， 外交部的賬號是幾個小時就回來了。不管是民視新聞還是外交部，代表其實你們 Meta 是可以人工介入處理的。外交部不是真人哦，民視新聞不是真人哦。那我就問了，那我黃世修的賬號為什麼你們刻意針對我不解封？為什麼？是真心的希望數發部要硬起來。然後你們數發部送去的申訴，有的解封了，但還有很多沒有解封。打聽到数發部內部的消息，後來他們有開一個陳情的信箱跟連結網址，民眾可以填單嘛？數發部在集中送，據說已經1000多件，光是有填單就1000多件，很嚴重哎。前陣子我有去立法院找國民党的立委，國昌主席他好像也有說要修法來立這個法，要求 Meta 公司在負責。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
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我們做了一支影片，用好幾次秀詞公開的談這件事，秀詞流量就一直擴散，一直擴散。下午5點我去開庭一出來，好了，我們有公開宣誓說準備來起訴范剛浩，因為我有跟我律師討論過，他說是可以起訴他，他有一定守則你是没辦法起訴，因為簡單來講，平台都是非常暴力的，他就是可以單方面把你所有權益封死。可是有個東西它是封不死你，就是你在這邊受到的财损、权益损失，還有名譽损失，你可以用刑讼的，你也可以用民事的，逼他出庭就对了。因为范刚浩他躲不了嘛，现在就是台湾的代理人，就他请你去法院解釋嘛，我就跟你纏訟啊，我告不了美國公司，我告得了你。虽然說我的主賬號沒事，但是其他的包含我的臉書的盈利都被幹掉，這個是有直接財損，不公平嘛？為什麼有的人認為說可以主張有財產上的損失？不過就是一個社群平台，你有什麼財產上的損失？當然有，因為這個社群的平台在鼓勵你透過這個平台賺錢。當你透過平台有收益，它也有收益的時候，你們利益是共同綁定，所以呢，當然有財產的損失。這個是一個法律上的邏輯。第一個，你不是違法用平台盈利，是因為它本來就鼓勵你用平台來盈利。如果你盈利跟它高度綁定，而它在沒有任何理由之下去把你的平台下架，它確實有財產上的損失。名譽上損失是什麼？無故下架你的官方賬號，會導致他人誤以為你是個壞胚子。你未滿13歲，你濫用社群平台規則，並沒有說你沒有未滿13歲。未滿13歲是媒體報道的，事實上他只說你違規。我沒有說到我未滿13歲，就是他就講我違規，這樣也是啊，對你的人格的攻擊，你可以把它視為說你明明超過13歲，但是他對你攻擊人格未滿13歲，那是不是意思是說他對你造成人格的貶損，就是也是一種誹謗？本來理論上，如果你 owner 被幹掉，你的小編會繼承那個 owner 的資格。以前有這個機制，我們全部小編都有加在黨外裡面，然後他一個一個把小編踢出黨外的粉專，我從沒遇過。而且最屌的是那時候黨外還沒掛掉，就是人家還是可以看到黨外，因為他常常出 trouble，所以常常登不上去是很正常。然後我也沒多想，然後他就幹掉了，到現在沒有回來。以粉專來說，如果你的粉專有多個管理員，其中一個管理員的個賬出事，其他的管理員基本上頂多被警告，不會直接被 ban 或者被解除管理員資格。可是你剛剛那個講的狀況是，其他小編是被踢掉。我這樣聽起來，你那搞不好是駭客。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說這個駭客是外部的駭客到你賬號，還是 Meta 內部的要來攻擊你？所以我現在想想細思極恐啊，搞不好是2個月之前 Meta 內部就有人刻意的先把我的 FB 幹掉，最大的發聲管道給毀掉。2個月之後，可能也是個偶然，他們 AI 的出事了。可是發現，這一波竟然連黃仁修的 IG 跟 Threads 也幹掉了，送申訴來，我們就裝沒看到，隨便把它看一看哦，去美國看一看啊，這個你就是違反社群守則啦，就推給這一波大事件。你說我違反社群守則，那個就是指未滿13歲，那個就是你們承認了 AI 誤判，然後你們還是看一看，你違反社群守則啦。我的臉書算是流量比較小，追蹤是2.7萬，從去年開始就算是一個新興的賬號，1年多一點點累積到2.7萬，算是短時間蠻快的爆發性。我在臉書上就看到很多人來跟我講說遇到你的假賬號，問題是好遇到我的假賬號，我用粉專去找這個賬號我找不到，他已經預先封我了，我叫我助理去找賴以任，然後他怎麼有3個？弄完之後他們會透過這個手法再去開一個賴的社團，裡面如果有詐騙的話，誰會來檢舉？被害者會檢舉，被害者會檢舉到本賬，就是有這種操作，我還找不到他，所以固定每個禮拜我去尋一下有沒有發現我假賬號，我要開小號尋，因為我的本專就看不到，他會把你封鎖。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1年1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我有個朋友，他幾年前用了很多年的臉書賬號被 ban 掉，然後當時是另外一個人去冒充他成立一個假賬號，跟他同樣姓名，然後到他的大頭貼成立了一個新賬號，假的新賬號，都去檢舉本尊的這個老賬號。那照理來說，新賬號的活動足跡這麼少，如果你們互相檢舉、互相對轟的話，新賬號一看就知道你的足跡不夠啊！這個本尊賬號已經活動那麼多年了。我那個朋友說，他的結果非常傻眼，因為他有時候會用老賬號留言，有時候寫一些比較諷刺性的文章。的確，他的老賬號在網絡上多麼多年累積的被檢舉數是比較多，所以導致了他真假賬號大戰，對轟檢舉下，反而是本尊被幹掉，本尊被認為是詐騙，假的賬號活了下來。朋友很納悶，然後申訴也沒有用，後來就真的重新經營了全新的賬號。說最諷刺的是，他說幾年他也快忘記這件事情了。你這麼提醒，他就去看17
前幹掉他的那個假賬號，那個假賬號呢，可能是被詐騙集團接管了吧？他的頭貼、他的名字被改過好幾輪，而且都是那種不是中文的文章，不知道是東南亞還是哪個文章，已經改過好幾次了，但是到今天都還活着。但我覺得最好笑的是，當年原本冒充他是用取同樣的姓名到他的大头貼互相對轟檢舉，結果反而是本尊被幹掉，本尊累積的被檢舉數多。如果這樣想的話，我覺得就合理了。我們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媒體人物，因為我們平常在網絡上跟人家論戰什麼的，很容易受到對方陣營的攻擊仇恨。所以蘇 AI 在亂掃亂鎖的時候，他就說：“你的被檢舉數很高哦，就你的你不是真人哦，你是詐騙假賬號，你違反社群規則，你違反賬號誠信。什麼叫賬號誠信？我今天是本尊的堂堂正正、中規中矩，都是奉公守法的，用你們家臉書的服務，那就因為有些人惡意檢舉，然後那些檢舉我的都還在，留言洗版的都還在，你們都不抓，詐騙的都還在每天說什麼標股社群啊什麼的，趕快入群啊什麼的，全部都還在。這種用了10年以上的大活動量的老用戶，有藍勾勾的。”還有內容盈利資格的，說 ban 就 ban 了之後找數發部申訴，數發部送 Meta 窗口他也愛理不理，到現在沒換下文。你這樣講，我真的覺得細思極恐2個月前搞不好我的臉書其實是針對政治的攻擊，然後2個月後偶然的 AI 誤判，但是黃世修來恢復的申請，我就2隻眼睛閉起來，你就掉進前面2個月的那一個標準裡面。到現在我就是未滿13歲。我確實也看到報道說是因為歐盟的法規。那我想問一個問題，這麼多人用 Facebook， 日本有沒有出現一樣的？韓國有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這麼多的公眾人物，國外的政治人物，國外的一般民眾，國外的演藝歌手，我怎麼都有聽到這一次有演藝人員出事，很集中的都是政治人物。那有演藝人员哪個人跳出來說我的粉專消失嗎？如果今天是因為歐盟的法規修法，所以他用 AI 去判定的話，應該是全球性的，對，而且是各個族群應該是幾率性的，不分語言，不分族群，應該是說它是普遍性的。也許默默无聞被幹掉的也很多，只是因為我們身邊大家都是有聲量的人，所以你會覺得說好像都是有聲量被幹掉，這個我可以理解。但是按理來說，是不是應該連其他的亞洲國家用 Facebook 的人非常多，用 IG 的人更多？你有聽到哪個網美網紅在 IG 上面靠腰？最奇特的其實不只是其他亞洲國家，它有2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我後來去自救會群，甚至我身邊有一些當 model 的朋友，他們賬號也是近半年、1年被幹掉了，也是那種經營可能10幾20萬的粉絲的賬號被幹掉了。我相信那一波可能不是針對政治人物，但是就 AI 零星亂抓、隨機亂鎖，那被鎖到算你衰。可是這一次的 IG 跟 Threads 被鎖的幾乎沒有演藝人員，頂多1、2個，非常零星，反而是政治人物、公眾人物出事的幾率是異常的高，他們流量甚至比我們這些公众政治人物更大。但唯一的差別在哪裡？他們比較少收到大量的檢舉。但我們談政治時事的話題，我們累積的被檢舉量其實很多，可能也不止這幾年啊，就是可能這10年來，過去好幾年也是有幾次賬號封被停用，演算法判別都是會因為你被檢舉的累積次數多 ，AI 隨機抓的時候，它抓你的權重就會比較高。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1年1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我後來有找到一個新聞，幾年前有一個男的台灣人，他的臉書也是無緣無故被 ban， 一狀告上法院，台灣的法院。結果呢 ，Meta 公司的台灣窗口說，法官大人，我們在台灣 Meta 公司只負責廣告業務，即臉書用戶他們當時同意這個使用條款是跟 Meta 的美國公司簽約的，所以呢，我們台灣分公司沒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兩手一攤。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Meta 台灣窗口背後就是 Meta 總部 ，Meta 在台灣每年收多少的廣告錢？它的營收在台灣多少？因為台灣其實算是 Meta 系不管臉書、IG 跟 Threads 的重度用戶，重度地區使用活動度甚至比美國本土還要多。你知道有個數字哦，台灣70%到75%的人是有臉書賬，這是壓倒性的壟斷。那如果 Meta 系全覆蓋的話，有90%。因為有很多年輕人他可能臉書不太用，但他會用 IG， 他會用 Threads。台灣的 Threads 是9000萬個賬戶，世界之最，Threads 全球是幾億個賬戶而已，那麼台灣人占0.9。你平常看到的所有政治新聞也好，甚至是政府公告的消息，甚至我们賴清德總統講了什麼，我請問你第一時間在哪個平台上看到的？你是在各家媒體的新聞官網上看到的嗎？不是吧？要麼在臉書，要麼在 Threads 上看到。代表說 Meta 系的平台在台灣真的是壟斷性的地位。賴社群也宣傳一下 ，Meta 停權停用討論群。賴社群裡面呢有一個我們台灣政府公共政策平台署，連署破5000人就可以要求數發部來回應這件事情。好，那現在聽說他們只差1000人左右。不管你有沒有被停權，如果你關心這
這個問覺得很可憐，那希望說這件事情能夠伸張正義，請你稍微動手一下，去 Google 這個 Meta 平權停用討論群，然後在這個社群裡面找到公告的置頂公共政策平台要求速發布回應的聯署，趕快登進去。即便你沒有被停權，但是呢，如果你第一個關心這個議題，平常都會把自己的社群媒體作為記錄生活的一部分的人，我覺得也應該要關心這個議題，加入這個群，因為哪一天停到你，覺得防范於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群組，然後幫忙聯署，在那個公開平台上面要求速發布要有所回應。但是跟立法委員在討論，台灣是真的需要一個數位專法，不是民進黨之前推的數位中介法。数位中介法是政府要求平台直接下架言論，但是我們要的是反過來的，是政府要幫民众去捍衛我們的賬號權益，所以我们應該去參考個歐盟的數位服務法，台灣也需要這個專法。那我最近在跟藍白兩黨的立法委員在討論這件事情，我覺得我的犧牲要值得。我覺得每一次我們的損失，我們的這些事件，都是在法律上、在社會上讓我們前進的動力。這件事情我會持續的抗爭下去。